是伯恩斯的 FAE，我叫 Andy。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伯恩斯针对于电池管理系统，也就是 BMS 上面我们的高性能的变压器的产品以及应用的这种的分享。那我们说到 BMS 这个应用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不陌生的。那顾名思义嘛，电池管理系统。那大家知道，就这个是一个专门针对于高压电池包的电池组的工作状态作为一个实时监控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应用。那同时呢 ，BMS 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高压系统，所以我相信相关的从业人员、相关的研发和设计人员一定会对这样的一个高压系统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隔离器件，也就是变压器，有一定的选型的需求。那针对这一块的变压器的产品的话，我们伯恩斯是有非常丰富的技术储备以及那个研发的经验，那包括我们也有非常完备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线。那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就是帮助大家丰富你们的一个对于变压器产品的一个选型，以及帮助大家来优化你们的硬件设计。好的，在一开始的时候稍微花一点时间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选型变压器或者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几个点那变压器的话，首先从功能上面的角度来说的话，会主要是分为两大类。那第一类就是电源变压器，电源类的变压器。那还有一类就是信号变压器。那我先从电源变压器开始跟大家聊一下。那电源变压器，首先我们在选型的时候，一定是会去关注它的那个高低压隔离、它的耐压度和耐压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变压器存在的一个先决条件嘛，隔离嘛，对不对？然后除了耐压以外的话，像电源变压器的话，主要是我们需要去在选型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电压的转换。那选择合适的匝数来进行一个输出电压的一个配比。那包括就是我们同样要考虑它的一个能量的一个传递。那说白了就是变压器对于效率的影响，那得到一个输出电流的一个情况。OK， 然后这对于信号变压器，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了它必须要满足高低压之间的一个隔离以外的话，那信号变压器它主要是作为一个信号传输用的，特别是针对于差分信号传输用的这样的一个器件。那所以我们在选型的时候是比较关注它的一个就是信号完整性这一块的一个影响。OK，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最基本的电池参数以外的话，那我们选型不管是选电源变压器或者信号变压器，我们一定会考虑到这个变压器对于你整机的 ENC 的一个影响。那大家知道就是说变压器如果我选对一个合适的变压器，那对于 ENC 后期的一个增长会有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OK，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电池参数以外的话，那我们刚刚讲到的 BMS 是一个高压系统。那我们聊到高压系统的话，我们是逃不开一个话题，就是安规这一块。那你基本上说任何的高压系统都有对应的安规来规范你的一个整个一个产品的设计。那哪些安规呢？那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像IEC 62368、60064或者62477。这样的一些常规的一些安规那我相信大家如果是参与过这些安规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这些安规针对于每一档系统电压都有不同的绝缘等级的要求。那绝缘等级从低到高分别是光能绝缘，再上一档的基本绝缘，到最严苛的加强绝缘或者双重绝缘这几个等级。那所以说我们在一开始选型变压器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明确几点。第一个，我们要找到合适的它的一个电池性能要符合终端的要求的。那同样我们要找到一颗对于 ENC 整机测试怎么说呢，是一个噪声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变压器。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绝缘等级的这样的一个变压器，来方便去过安规相关的一个测试。OK， 讲了这些的话，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伯恩斯的产品。那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的电源变压器。那在这里的话，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伯恩斯的 HCT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推挽变压器。没错，大家知道一下，这是推挽变压器。那 HCT 系列，大家看到这系列两个字，应该能看得出来，我们的这个变压器，我们这个电源变压器是什么？是一个标准品的变压器系列。那也就意味着大家如果是选型这样的变压器的话，是不需要额外去考虑一下开模、定制这些比较麻烦的一些手续。那基本来说的话，你选型会比较方便。
然后的话，讲到系列一个系列里面，那我们的 HCT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推广变压器，我们目前可用的是有11种扎数比。基本来说的话，我们是针对于输入电压3.3伏到5伏，包括输出电压3.3伏到12伏，都有对应的扎数比可以进行选型。那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电压范围来说的话，针对于 BMS 来说的话，应该是够用的。那同时的话，我们的输出的电流可以到350毫安。那针对一些中小功率的一些隔离的这样的一个供电的话，这样的电流也是足够的。然后的话，就是说到电池性能这一块，除了这些以外，这些最为基本的以外，大家会发现，就是我们的 HCT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推广变压器，我们是专门针对 TR 的 SN6501，包括6505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方案去开发的。那我们也是事实上，我们也是在参考设计里面。那基本来说，大家对于这一块的我们的电池性能完全不用去担心。然后的话，我聊到 HCT 这个系列那 HCT 这3个字其实还有一层字面意思是什么呢？是 High Frequency Transformer 的意思，高爬电距离变压器的意思。那当然从这个字面上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变压器是主打它的那个高安全距离的。但事实上的话，大家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结构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采用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设计，我们能够保证在比较有限的尺寸里面，我可以设计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包括爬电距离，包括电池间隙。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说到，就是我们的 HCT 系列变压器，我们全是针对于一些特定的一些系统电压的话，我们都可以做到加成。那同时刚刚大家强调过，我们这个变压器主推的是一个推网变压器。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建议一个推网变压器呢？另外一方面也是从 EMC 的角度来看的。大家知道，就是说从这张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推网电路的一个工作状态大家可以发现，在推网的变压器内部，它的磁场是互相抵消掉的，也就意味着我的推网变压器它是不会很难存在它的一个就是饱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也就意味着我的变压器内部的磁芯我是不需要额外的去开磁吸。那不用开磁吸会带来一些好处那第一个就是我的磁导率会比较高，所以我的开路感值 OCL 会比较高。那同时呢，也是因为不用开磁吸，也就意味我的磁路是非常完整的，我的耦合系数非常高的。那也就意味着我的漏感会比较低。那在保证开路感值比较大，同时漏感也比较低的前提下面的话，是不是我们在测 EMC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 DI 比例就会比较低那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我的推网变压器对于 EMC 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相对于其他 top 来说的话，我的 EMC 表现会更加好的。接下来的话也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产品线，针对于那个 HCT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变压器的一个产品线。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 HCT 系列变压器，我们针对于市面上主流的几档系统电压，分别是800伏、1000伏和1500伏，我们都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同时，针对这些常见的电压等级，我们都是可以做到加强对等的。OK， 那同时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标准频段，其实我们也可以基于现有的一个外壳和基础上面可以做一些微小的一个半定制化的都没有问题。OK， 那接下来的变压器就是我们聊到一个信号变压器。那我们的信号变压器是 SCM 系列的 Signal Magnetic 的一个缩写。那 BMS 上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是在菊花链上面，菊花链 top 上面走的差分的。比如说像常见的像 SPI 信号或者 ISO-SPI 信号等等等等。那刚刚讲到了，就是说信号变压器这一块的话，我不再去考虑它的一个电压的一个转换了，因为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说我是一定要尽量是要去还原它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质量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里面的扎数比一般是1:1的这样的一个扎。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不再去考虑它的一个效率或者输出电流这一块，我们考虑的是什么？我们考虑的是对于信号完整性影响的这些参数。那比如像差损和归损。那我们会把这些参数，我们完整的会记录在我们的规格书里。那同时呢，针对于电池性能刚刚讲到了这些差损和归损，就损耗的电池性能以外的话，我们的 SM 系列的一个菊花类变压器，我们分别在市面上主流的一些 AFE 方案，比如说像 ADR 的 LTC68
或者 ADI18系列、ADI BMS 18系列，包括像 NXP 的 MC3377系列，包括 TI 的7961系列，我们都是在参考设计里面，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电池性能完全不用担心。那同时呢，我们聊到 EMC 这一块，那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直滑链变压器。但是大家如果看它内部的一个结构的话，你会发现有2个磁芯。那第一个磁芯是什么？变压器本身的一个磁芯。那第2个磁芯是什么？是我们内部集成的一个固膜电感。那固膜电感就意味着我们对于固膜噪声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抑制效果，那整机的 EMC 表现会比较好。那同时呢，我们的产品线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针对于常见的1000伏系统跟1500伏系统，那每一档的绝缘等级，比如从国内绝缘到最高的加强绝缘，我们都有对应的因子。那我们也相信，就是说这一块的一个丰富的选型，可以方便大家来选取一个合适的信号变压器。那我们刚刚聊到了信号变压器，包括电源变压器。那大家要知道一下，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变压器的产品的话，我们100%都是在国内的厦门工厂，我们的研发和生产都是在国内来进行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本地化的知识，就是这一块。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的产品介绍，我们的这一块的一个分享，那谢谢大家。